它呢是有给它还原到啊这个解锁卡扣的一个变形玩法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收看新集装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视频。这一期呢，就简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手上这款 KO 版的 MPG 的超级人来。那么对于官方的 MPG 人来的这套模具啊，我个人呢是非常的喜欢的，类似于 2.0 时期的啊那种人形载具相对还原，同时以及变形过程啊多方面兼备的这么一个风格了。虽然说这款模具啊也存在着些许设计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手臂载具形态下的话呢，非常的长啊，以及车头的一些个小问题啊。但是呢，就总体来讲啊，以及它与神弹合体之后的一个总体效果来讲呢，咱们大野光人老师呢，也是在这众多的形态之中呢啊，找到了这么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点啊。那么就单论这款 KO 的这款玩具来讲啊。首先啊，它的这个价格呢是并不便宜的啊，非常的贵。材质方面啊，这款 KO 的材质啊，我个人感觉呢是比较的偏薄的。它的一个料子啊，虽然说并不怎么好啊，但是呢也好在没有像那款 TR02似的那个料子那么的差啊。作为一款 KO 玩具啊，它的一个中奖率啊是特别的高的。那么不少迷友呢也是反映啊，这款 KO 的超级人来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什么脑袋开裂啊、车头塞不进去啊这种。我收到的这一款啊。虽然并没有这么离谱啊，但是呢，也是有不少的一些个问题啊。武器配件方面啊，这一套 KO 的啊，跟官方的配置呢是一样的，是有人来标志性的这2对肩炮啊，以及2个替换头雕，还原老玩具配色的一个替换手，以及它的这一大一小的这2对的枪啊，分层的一个特效件啊。然后呢，就是还原剧中啊，它释放这个超魂能量时候的一个光线的特效件了。接着呢，是它肩膀的一个造型替换件啊，以及它与支架连接的这么一个插口了。那么玩具的一个主体呢，就如同这般啊，整个玩具的身上呢是分布了大量的啊未剪切干净的一个水口啊。买来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要先修水口了。那么造型方面的话呢，由于我个人没有老 G1的这个玩具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拿出这么一款国产 KO 缩小版的啊一款 G1的啊超级人来，我们来对比一下。那么这么来看呢，还是比较还原出了啊当时老玩具那种神韵的啊。这一套超级人来呢，我呢也是给它进行了一个改造啊，加装了这个剧中的一个台词和音效。具体的一个展示视频呢，我呢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在这里呢就不单独来介绍了。那么我们拿出 SS86的一个柱子来比较一下，可以看到它们2款这个车头啊，载具形态这个车头的大小呢，差距呢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人来的这个车厢能否跟这个86柱子进行一个搭载呢？我们来试一下啊。将这个车厢呢给它取下来，然后连接杆卡到这个86的这个车厢上，不长不短的正好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卡上之后啊，严丝合缝啊，完全是转不了弯的啊。我们翻到底面来看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们86柱的这个2个脚掌啊，正好卡住了这个超级人来它这个胸部的一个凹槽内啊。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人来它的一个本体啊，也就是它的一个车头，整体的一个造型呢，个人感觉呢还是非常还原老玩具的一个神韵的啊，特别是它整个啊车头的部分都是采用了一个金属的一个材质。从侧面来看啊，它整个的一个造型呢就些许的有些穿帮了，由于变形设计的原因，也可以看到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空洞的，并不是那么的完整啊。这款 KO 的它的一个滚动性呢，倒也还凑合啊。那么烟囱部分啊是一个塑料的电镀件啊，并没有采取金属件的一个设计啊。那么官方啊这个卡扣段的一个位置呢，这款 KO 的呢是给它进行了一个剪短的一个处理啊。它的一个车玻璃的一个部分就是采用了透明的一个材质了，内部还有我们人来的一个驾驶员。我们将它车头给它翻开啊，就可以看到。里边呢，我们的人来呢就这样子站在里头啊，进行一个操作啊。附带的这一款人来的人偶呢它呢是还原了剧中啊变身时候的这么一个双手交叉的一个姿势啊。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涂装质量呢是非常的一般的啊，可以看到有大面积的一个没有涂到位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啊，这个呢就是它正常的啊一个可以变形的一个这么一个版本的一个神力战士了。那么我们也是可以将这个神力战士呢给它进行一个变形。变成这么一个神力引擎的一个模式。
由于变形设计的一个缘故啊，这个神力战士它的这个脚掌呢做的非常的扁平啊，有点类似于一个鸭掌的一个造型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老版 G1的这个神力战士啊，它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玩法就是通过这个神力战士变成这个引擎啊，去解锁这个载具的一个变形卡扣。MPG 的啊这一款超级人来呢，它呢是有给它还原到啊这个解锁卡扣的一个变形玩法的，只不过呢这次的一个效果呢非常的一般，并没有老玩具的这个解锁效果来的那么的明显啊，就以至于很多迷友们都没有发现啊，它其实是还原了这个老玩具的一个玩法的。所附带的另外的这个神力战士呢，平时我们不用的话呢，是可以给它收纳到它的这个车厢后方这个小门，那么可以给它翻开，将这个神力战士可以给它这样子收纳到里面去。另外这一侧呢也是可以打开的啊，但是呢我呢是把它另外的这一侧呢给它改造成了这么一个音效模式的一个开关的一个位置了，将它的这个音效的开关给它打开，接着呢按动它下方的一个按钮就可以触发它的一个音效了。好，我们来试一下。好，那么我们的神力战士呢就这样子卡在我们的这个车头上了。它解锁卡扣变形的一个机关呢是在它的这个车头下方可以看到。那么我们将这个神力战士抠出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它这个下方呢是有这么一条空隙的啊。那么我们再把这个神力战士卡上去的同时呢，可以看到伸出来这么一个红色的一个小桩位有这么一个小凸起。那么一个凸起呢可以看到正好呢给它卡入它人形态的一个裆部的中间位置正好呢给它卡进去，顶着里边的这个开关，把原先卡住它这个双腿的一个卡子呢给它松开，从而实现它解锁它变形卡扣的一个设计。只不过在实际情况中由于它腿部这个卡扣的材质非常的软就导致你在不安装这个神力战士引擎的情况下，就在不解锁它这个卡扣的情况下呢，你呢也是可以将它这个腿部呢给它这样子掰下来的就导致了很多迷友们就忽略了它这个卡扣的一个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卡扣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我们按动它的这个引擎盖的一个部分，它的一个卡扣可以看到是可以这样子松开的理论上平时这个卡扣呢是处于一个卡死的状态是正好卡住它大腿内侧的这个凹槽里面但是呢由于它一个材质问题确确实实是卡不住就导致呢你就是不按动它这个开关的情况下呢，也是可以顺利的将这个大腿呢给它掰出来的，而且呢这个卡扣呢也并不会有任何的损伤那么这一点呢往好处讲呢，你不容易损坏了，对吧？不会像G1的这个玩具一样损坏卡扣了往不好处讲呢，就是你这个卡扣设计的就有点多余了有跟没有效果都一样，而且呢还特别容易把这个神力战士给顶飞出去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那么把神力战士卡上去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变形了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先将它两侧这个板子给它抠出来另外一边也这样给它抠出来。那么为了防止这个神力战士呢被顶飞出去我们就直接先把这个给它拆下来进行一个变形吧。然后呢，我们需要先将它的一个车尾部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红色的一个面板给它挑起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将这个红色这个面板呢给它挑起来。然后呢，我们需要将它这个两条腿呢给它打直。然后腾出空间，我们将它人形态的这个手臂利用它这个位置的一个关节呢往内侧这么一摆给它摆进去，然后呢顺势呢我们将它整个这个手臂呢从内侧给它这样子掏出来。那么这个地方的一个设计呢，个人感觉还是非常别扭的并不如它老版的一个设计直接来一个曲肘的来的要方便给它这样子翻出来。好，接着呢我们将它这个车头呢给它这样子松开，然后将车顶部分这个红色板子呢我们给它掀开，整个给它进行一个180度的旋转，人形态的这个脑袋呢给它立起来，然后呢我们处理一下它的一个下半身，将它腰部呢进行一个180度的旋转，然后双腿分开，将它小腿后方的一个拖挂的一个部分我们给它翻回去，再将它的这个脚踝的部分给它进行一个拉伸，将它人形态下的一个脚尖的一个部分呢给它翻出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给它拉伸，然后脚尖呢翻出来。好，接着呢我们再从后面将它人形态下的一个腰子的一个填补件我们给它翻出来，两侧也有一个我们也给它翻出来，然后呢再翻另外一边的这两个。好，然后我们再将它这个合金的一个车头呢再给它盖回去，卡住。那么将这个凸起呢对应的这个凹槽我们给它卡住。
顺势呢，我们把手臂放下来，给它打直，然后将这个小臂给它翻开，内部收纳的这个拳头呢给它翻出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啊，手臂打直，然后小臂翻开，内部这个拳头的翻出来，再给它盖回去。好的。那么它整体的一个造型呢，并没有完全去还原动画中的一个身材比例，而是在它原本的身材比例上进行一个修饰的。那么这一点呢，个人感觉就非常的好。那么从侧面来看，我们整个人来它的一个身材的肌肉线条感呢，也是非常好的给表现到了。这个背包的一个尺寸啊，也是非常的合适啊，不大不小。那么转到背面就是它经典的一个车头变形背部的一个造型了。这个呢，也是我们人来标志性的一个特征之一啊。可动性方面呢，首先头胶可以360的平转。抬头，可以将近90度的一个抬头。那么低头的话呢，这个就没有了啊，除非我们可以将它这个变形关节呢给它松脱开，那么它呢是可以实现这么一个大范围的低头的啊，这个就有些穿帮了哈。肩膀部分，首先呢，它的一个肩膀根部呢是有这么一段90度的一个侧身关节的，同时它的一个肩膀外侧呢也是有一段将近90度的一个齿轮关节的可动性的。这2段关节呢就能够使得它的一个肩膀侧身呢达到这么一个超过100度将近180度的一个可动范围啊。那么整个手臂360的旋转没有任何的问题。同时它这个肩膀呢是可以往内进行一个摆动的啊，这个也是变形设计的一个缘故。手肘部分可以实现一个360的平转，肘关节能够实现一个180度的一个曲肘，手腕部分360平转没有任何问题。它的这个4指呢是可以单独进行一个打开的。腰部，首先腰转我们需要注意与它这个背包呢进行一个避让，同时呢它呢是能够实现一定范围的一个弯腰的。腰部左右的这个侧摆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将它这个前裙甲呢给它掀开，大腿根部的一个前踢是正好的一个90度。那么我们将它这个大腿的一个下拉关节呢给它拉出来，那么它的一个前踢呢就可以超过90度的一个范围。那么后踢呢是可以达到90度的一个后踢，那么它的一个侧踢呢就能够超过90度的一个范围。大腿根部360的平转，膝盖部分呢是一个双动关节首先下半截呢是有一个90度的一个屈膝，那么上半截呢是有一个带卡扣的一个关节，我们将这个卡扣给它松开就可以实现一个超过90度的一个屈膝。那么这2段关节呢就可以实现它一个大腿的这个将近180度的一个脚后跟磕屁股蛋儿这么一个可动范围了哈。脚板部分呢是有一个往内侧的接地的。那么脚尖部分呢，可以往下进行一个踮脚。我们人来在单体形态下，它的一个可动性呢是相当优秀的那么它呢也是可以轻松摆出一些个常人所不能做到的一些个姿势好，身高方面，我们拿出官方传世系列的我们的铁鹰与我们的汉克来对比一下。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汉克先生他的这个腿部关节不完全拉伸出来的情况下呢，的这个身高比例呢还是非常符合设定的。接着我们拿出官方出过的这些个少年头领战士我们的特警号和烈火来跟我们的人来的进行一个对比。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身高比例呢就并不是特别符合设定了但是呢倒也还 OK。接着呢就是跟我们的86柱子来对比一下，当然2款都 KO 的身高方面来讲的话呢，可以看到整体倒是差不多但是呢是我们的这个86柱子它呢要稍微的高那么一丢丢虽然也并不是特别符合设定但是呢搭配一下的话呢倒也并没有问题当然你也可以把人来的这个胯部的一个拉伸关节给它这样子拉伸开嘛，对吧？那么这样子一来这个比例就非常合适了好，接着呢是它这个车厢我们可以给它变形成它的一个基地模式。首先呢，我们先将它的2侧这个支架呢给它收回去，将前面这一片蓝色这个板子呢，我们往外侧进行一个翻折，那么顺便将它这个红色一个胳膊呢，我们给它以这个卡扣呢给它松脱开。那么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这个板子呢先给它折回去，手臂呢给它松脱开。好，然后呢我们从车厢尾部将它2侧这个银色的一个板子呢我们给它抠开，然后拽着它一侧这个板子呢给它将它外侧这个给它拽开，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将这个小片片这个板子呢给它抠开，然后整个这个长的板子给它拽开。接着我们从底部呢给它将这么一片蓝色这个板子呢给它翻出来，然后顺带呢将它整个车尾部这片蓝色板子就可以给它翻上去了接着将它整个顶部的这一片呢给它翻折出来将它这个车厢外侧这个板子呢给它稍微错位给它翻出来。人行台下的一个脚底板呢往内侧这么一转将它与外侧这个轮子呢给它进行分开。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将这个卡扣呢给它松开，整个脚呢给它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将它2个侧裙甲呢给它掀开。
将它两条腿往外侧进行一个90度的展开，然后呢，我们将它这片蓝色的板子呢，给它往下进行一个180度的翻折，然后将这个车顶的一个板子呢，给它往后进行一个翻折。从侧面来看，我们将它人台的胳膊呢，给它稍微翻折过来，然后旋转下来，立起来，那么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将它这个胳膊呢，我们给它这样子旋转下来，立起来，将它一个小臂部分呢转到外侧，将它这个卡扣呢给它卡上去，另外一边也像卡扣给卡住，然后呢，我们将它整个这片银色的一个背板呢，我们给它翻开，好，然后将它的一个蓝色的一个连接杆这个部分我们给它翻折出来，转到这个正面，这个是它人形态的一个主炮。然后呢，就是它小腿外侧的一个银色的一个部分我们给它进行一个错位，然后呢，再将外边的这一块呢，我们给它翻折进去，然后整块板子呢翻出来，然后再将里面折叠的这一块板子呢给它翻折出来。好的，另外这边呢也是一样先将它这一块装饰的一个部件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错位，接着将它前面这块板子呢给它折进去，后外侧这个板子整个给它翻出来，这个跑道呢我们给它翻出来。好的，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的超进来它车厢的一个基地模式了那在基地模式下，我们可以将它这两个肩炮呢给它卡到小腿外侧的这个凹槽中，当然卡的并不是很紧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神力战士给它骑在这个炮台上进行一个操控也是还原老玩具的一个玩法。正中间这根蓝色的主炮呢，动画里边呢，它呢其实是收到这个后边去的当然这个呢也看你个人的一个喜好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对它们进行一个合体组合成为我们的超级人来。首先呢，我们先来变一下它这个车厢部分，先将这个配件全给它取下来。好，然后呢，将它这个所有的跑道呢，给它收纳回去。所有的跑道这样子收回去。好，然后这个蓝色这根主炮呢，需要给它放回来。然后这个腿部呢，给它这样子打下来。好的，侧裙角呢，给它翻下来。我们将它这个人形态的胳膊呢，给它翻下来。然后我们将它内侧有这么一个板子，我们给它松开，整个给它拽开，将人形态的这个拳头呢，我们给它翻转出来。好的然后呢，再给它盖回去。好，那么另外一条胳膊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变法。好，然后我们将它人形态的一个脑袋呢，我们给它先翻出来，下方给它打开做一个合体的一个准备。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人来呢需要先变成这个车头的一个模式然后呢，它要大喊一声。接着呢，将它这个腿部呢，我们需要给它这样子松开，然后呢将它这个两侧这个烟囱后边这个卡扣我们给它往外这么一翻将这个凸起呢对应着这个腿部的一个凹槽我们给它卡住，然后呢，我们将人来团成这么一个四方方的一个方块给它塞进我们的这个人来的这个车厢的一个凹槽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人来要大喊一声 W O， 就是双重组合。给它塞进去，好，卡到底。然后呢，我们将下方这个板子呢给它扣上去，将它人形态的这个头雕呢，我们给它翻下来，对准位置给它卡住。那么好的我们的这一款超级人来斯巴金拉就算是组合完成了那么 MPG 整个人来它的一个造型呢，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非常好的还原出了动画中人来的那种身材转到侧面来看呢。首先MPG 的超级人来呢，它整体对于动画中的一个人来身体线条感的一个肌肉走势呢，是有给它还原到的并且呢，相比较于机老玩具而言呢，它呢是将原本非常突出的一个胸部呢，给它往回缩了，使得它整个一个胸部呢就非常的自然了。对比起老版这个非常突出的胸部呢我们这个 MPG 的一个造型呢就非常的自然了。但是呢这样子的代价是什么呢这样子的代价呢，就是换来了一个非常厚的一个背包因为它把它整体给它往后移了嘛，它胸部的位置缩小了，那么它背包的位置自然就要凸出来了老版本的它这个背包呢，虽然说是非常的宽大但是呢从侧面来看，它背包呢非常的薄。MPG 的话呢，它呢就整体的一个背包呢就非常的宽，非常的厚了毕竟有得就有失那么这点改动呢，个人倒是可以接受的转到背面可以看到跟老版的相
相比呢这个 MPG 的这个背包呢，背面这个尺寸是没有任何的缩小的啊。这款 KO 的话呢，它的这个头部不容易卡住啊。那么我的这款呢，经过了一些个热处理它整个头雕呢卡的呢还是可以的还 OK。那么可动性方面首先头雕是可以实现一个360平转的，那么抬头可以进行一定范围的一个抬头低头的话呢，这个范围就不明显了左右的侧头也是可以的。那么手臂部分360的一个旋转是一个齿轮关节，那么2个关节就能使得它整个的一个手臂侧身的一个范围呢超过90度了那么同时它的一个肩膀呢也有向前的这么一段的拉伸的关节。手肘部分360的平转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曲肘可以超过90度的一个曲肘。手腕部分可以进行一个往外的翻折，同时360旋转没有任何问题。手指部分首先大拇指呢可以实现一个单独的可动，那么同时呢食指呢是可以实现一个双关节的可动，那么另外的3指呢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双关节可动。它的这个胳膊呢在载具形态下很多没有人也吐槽完全可以再缩短一点嘛，对吧？可以把它这个长度缩短，就不至于会显得那个手臂这么的突兀了。但是也有另外一部分迷友说因为它这个手臂呢要收纳它的一个拳头所以说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缩短。那么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他想要进行一个缩短的话，是完全可以的就类似于 MP44那种，它的这个上臂这一块呢是可以往内进行一定范围的一个伸缩的虽然说范围可能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只要稍微一收缩，就能使得它载具形态的一个效果要好不少。至于官方为什么不给它做这么一个伸缩呢？个人觉得最有可能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如果说要是再给它做一个拉伸的话呢，就会导致它整个结构呢会非常的松。超级来呢，它毕竟还要再和神弹进行一个组合，还需要再加装这么一副全套了所以说如果说它这个肘关节非常松的话呢，就会导致它整个手臂的一个效果非常的差。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可动性那么腰部首先呢是能够实现一个360的腰转的这个是一个齿轮关节。那么同时它呢还能够往前实现这么一段的一个弯腰。我们将它这个前倾角呢给它翻开，大腿根部可以实现一个标准90度的一个前踢。后踢由于背包的一个阻碍，范围呢就并不是很明显了那么侧踢，你将这个侧踢甲给它翻开，依旧呢是可以实现一个略微超过90度的一个侧踢的大腿根部一个平转360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膝关节，它呢是可以实现一个这个超过90度，将近180的一个屈膝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膝关节内部呢是有一些个机械造型的刻画的。那么有朋友可能就觉得这个超级来它这个大腿非常的短但实际上它这个大腿其实一点都不短因为它这个大腿的位置是从这一块到这一块那么这个呢是它的膝盖甲的一个位置，是它一个护膝。那么也就是说它整个大腿呢是这么长的并非我们所看到的这么一长，它实际上有一段大腿呢是埋在它这个小腿里边的。我们在屈膝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出来它大腿呢实际上是有这么长的是这个长度呢其实比它这个小腿呢要短不了多少然后呢就是它的一个脚板部分了首先脚板它的一个接地是可以往内实现一个范围的一个接地的那么同时呢它的这个脚尖部分呢由于它变形的一个缘故，可以实现这么一个往前的一个翻折那么这样呢就比较适合摆一些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脚部可动的一个姿势了那么还有一部分迷友可能就觉得它这个超级来它的这个小腿它的一个脚的一个部分设计的这个造型非常的怪异就感觉就跟没有脚尖一样那么我要说的是呢，它确实是非常的怪。那么它为什么怪呢我们可以拿出老玩具来对比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老玩具的话呢，它呢就是由于是非常 Q 版的一个短腿的身材那么它的一个设计呢，其实是它整个这个凸起的这一块包括两侧这个轮子整个这一块凸起的这一块是它的一个脚板是它一个脚尖的一个部分。那么它的一个膝盖是在这个位置，那么它脚板与膝盖中间的这一段这一小段才应该是它的一个小腿的位置。我们都知道动画在画的时候会对它这个人形的这个比例呢进行一定的一个修饰。在动画的时候呢，肯定是需要把它这个腿部进行一个拉长那么按理来讲它应该是把它中间这一空着的这一小段就是它膝盖与它这个脚板中间的这一段给它进行一个拉长那么它这个下巴凸出来这一块的话呢，是一个比例是不能变的但是呢，动画在设定的时候呢，并没有选择把这一块拉长，而是选择把它整个这个脚呢进行一个拉长了，就导致了就成了这个样子它的一个脚板与它这个膝盖中间的位置呢，还是这么窄窄的一道缝，
但是呢，他这个脚呢被拉伸的巨长，也就导致了整个超级人来就感觉就没有了脚尖式的一个感觉实际上他整个这一块就是他的脚尖当时动画在美型的时候呢就这么设定的这个也就导致他在动画中呢他就是这个样子玩具这个 MPG 做出来的也是这么个样子但是呢，如果说他按照老版的这个设计理念去给它进行一个延续的话，它需要跟神弹进行一个结合的那么再把这个神弹这个大的一个增高鞋给它装上去之后，同样会导致它整个一个脚部的一个尺寸非常的长。这个老版的超神来呢合体之后就会有这个问题这个导致它整个这个脚非常长，而且呢还没有脚尖。它把这个超级人来这个脚拉长之后虽然会显得在这个超级人来模式下没有脚尖就非常的怪异，但是呢在和这个神弹合体之后我们超神人来的模式下呢就不会显得它这个脚呢有多么的怪异那么 MPG 的话呢合体之后呢就相当于是把这个超级人来这个脚呢当做是它一个小腿了，而它本身的脚呢就只有神弹增高鞋的那一部分然后呢再给它加了这么一段脚尖的一个造型，它整个身材呢就非常的和谐了虽然并不是基于原版的玩具但是这么一对比呢也能够感觉到我们超级人来它造型上的一个传承同样拿出范敬宪出过的这些个角色来对比一下这个比例的话呢就勉勉强强吧那么同样作为 MP 系列的这个博派领袖我们自然呢也是要拿出他的一个好朋友来对比一下没错就是我们的 MP24王者之剑史达。那么这款 MP24 史达呢确实是第一次正式的出现在我的视频当中入手呢也确实是很多年了也是因为它整个这个尺寸呢比较的大，而且呢整体的一个可玩性非常的多拍摄起来呢不是很方便就一直拖着没有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他们两个的一个身高，可以看到他们这个身高呢总体来讲倒差不多但是呢因为在设定中我们这个人来呢是它和神弹合体之后，也就是超神人来的模式下才跟我们史达它的一个单体呢是差不多的一个高度，而 MPG 的这一款呢跟神弹合体之后呢是比我们史达要高的所以说呢这个比例呢并不是非常搭配但是呢个人认为这两款它们的一个设计呢都是非常的优秀的好了，那么这一期呢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一款 KO 版的 MPG09 的超级人来。这期视频到这里呢就算是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